我带着全村人种土豆，最后赚了20万。怎料分红那天，村民们却把我围了起来。凭什么你拿大头？这土豆是我们种的。为了息事宁人，我把20万全部分了下去。可第2年，他们竟又来堵我的。分红那天，天光好得有些刺眼，村委会大院里围满了人。我抱着一个铁皮箱子走上临时搭起的台子，箱子里有20万现金，是我这半年来跑断了腿、磨破了嘴才换来的成果。此刻，我清了清嗓子，准备宣布这个能让全村沸腾的好消息。乡亲们，静一静！今年咱们村的土豆项目，刨去所有成本，纯利润是20万。人群静默了1秒，随即爆发出强烈的欢呼。我打开账本，准备公布早就拟好的分配方案。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，除去我个人投入的技术股和渠道费用8万元，剩下的12万将按照各家出工和土地面积进行分配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。等一下！接着，禽兽从人群里挤出来，一脸无赖地看着我。父亲，凭什么你嘴皮子一碰就拿走8万？这土豆可是我们一颗颗种下去，一个个刨出来的，你凭什么拿大头？听到禽兽说的，人群突然开始窃窃私语。是啊，禽兽说的有道理。8万块，他动动嘴就拿了，我们累死累活才分那点，这不公平。禽兽，这8万里包括了种子改良的技术费，还有我联系销路的渠道成本，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。没有新品种，咱们的土豆卖不上价；没有销路，种再多也只能烂在地里。少跟我们扯这些没用的，我们只知道地是我们的，力气是我们的，钱就该是我们的，把钱都拿出来，今天必须平分。台下的人被彻底点燃，每个人都想着平分那20万。老村支书王叔挤上前来，挡在我身前。都干什么？疯了吗？没有父亲，你们连土豆该种哪个品种都不知道，还想着分钱，都给我滚回去！听到王叔说的，众人却没后退半步，依旧站在原地，贪婪地看着我。一个平日里对我笑脸相迎的大婶，此刻一把抓住了王叔的胳膊。老叔，你咋胳膊肘往外拐呢？他是你啥人啊？你这么护着他，他一个外人赚了我们村的钱，你还帮他说话？听到这话，王叔的脸一下变得煞白。见状，更多的人围了上来，把钱拿出来！想独吞我们的血汗钱，不要脸！我听着村民们恶毒的咒骂，心在这一刻彻底凉了。于是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铁皮箱子倒转过来，打开了锁扣，20万现金从箱子里倾泻而出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下一秒，他们疯狂地去抢夺地上的现金。刚刚还一致对我的村民，此刻为了钱反目成仇。我没有再看任何人，转身走下台子，然后在身后那片嘈杂的背景音里，一步步走出了村委会的大院。回到家后，我便开始收拾行李。整个过程，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门外，母亲的哭声和父亲的叹气声断断续续地传进来。父亲，你别犯傻啊！村里人不懂事，你跟他们计较什么？这钱没了就没了，咱们再挣，你可不能走啊！对于爸妈的话，我充耳不闻。我不需要他们的劝阻，更不需要他们的理解。夜深时，院门被轻轻扣响，王叔提着一篮子土鸡蛋站在门口。父亲，叔对不住你，我没能护住你。我拉开门，让王叔进来，却没有说话。王叔把篮子放在桌上，犹豫地开口道：“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就是一群被穷怕了的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有本事别为了这点事就寒了心，留下来吧。明年叔保证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”王叔，这个村子让我感到恶心。听到我说的，王叔的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然后起身离开了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出了家门。我没有跟父母告别，只是把一张字条压在了枕头下。即将走到村口时，一些早起的人看到了我，他们的目光极其复杂，却没有人上来跟我说话。到村口后，我发现禽兽竟站在那里，像是在特意等我。切，走了正好，没了你这个分钱的，明年我们自己干，赚得更多。我没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等着班车。许久，我坐上车，缓缓驶离了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。班车把我丢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，我没有停留，直接转车去往更偏僻的山区。最终，我在临市一个叫落雁坡的地方停了下来。我用身上仅剩的几千块钱租下了一大片没人要的坡地。合同签下的那一刻，我心里格外踏实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析这里的土壤成分和气候数据。这里的土壤偏酸性，不适合大规模种植土豆。于是，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对比，决定改种市场稀缺的高山有机小番茄。技术门槛高，但利润也高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让我彻底和过去划清界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垦荒地。由于资金紧张，我每天的伙食就是2个干硬的馒头。晚上，我就睡在简陋的窝棚里。山里的夜晚很冷，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，我只能把自己裹得更紧。当地村民对我这个突然出现的单身男性指指点点，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疯子。一个男娃子跑这山沟沟里来种地，怕不是脑子有病？撑不了几天的，过几天就哭着跑了。我听到他们说的，但我不在乎。人心是我最不相信的东西。种植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我遇到了新的技术难题，一种当地特有的病虫害。半夜里，我打着手电筒，翻阅从旧书市场淘来的农业典籍，甚至还厚着脸皮联系了大学时的导师。老师听完我的情况，细致地给了我解决方案。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一天傍晚，山里突降暴雨，我心里一紧，立即冲出窝棚，奔向育苗地。可雨太大了，我根本来不及给他们全部盖上防雨布，我只能用自己的身体铺在种苗上，试图为他们遮挡一点风雨。雨后，我看着那些绿色嫩芽，
突然笑了，那是我离开老家后第一次真正的笑。时间在埋头苦干中过得飞快，几个月后，我的高山小番茄迎来了第一次成熟，品质极高，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。但新的问题来了，我需要寻找销路，于是我带着一篮子样品，坐了3个小时的班车，来到市里最大的高端生鲜市场。然而，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盆冷水。我一次次介绍，一次次拿出样品请他们品尝，他们却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这番茄看着是不错，但你是哪家农场的？”我是个人散户。个人散户？那不行，我们不收散户的货，质量没保证。有机认证吗？有检测报告吗？没有。都没有，那我们怎么敢卖？一个小农户的身份让我在这里寸步难行。我从市场这头走到那头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却没有一家愿意给我一个机会。就在我几乎要绝望时，一个年轻人停在了我的面前。来人叫季伯常，是一家线上生鲜电商的创始人，正在为他的平台寻找优质的货源。老板，你这番茄怎么卖？不卖，只送，你尝尝。季伯常有些意外，他拿起一颗放进嘴里，只嚼了一下，他的眼睛瞬间就亮了。这味道，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小番茄。这番茄你有多少？我压下心里的激动，向他介绍了我的种植环境、技术特点、产量预估和品质控制。季伯常听得入了神，脸上的表情从欣赏逐渐变成了敬佩。然后我听到他说：“你这批货我全要了。”你这批货我全要了。季伯常拍板后，接下来便是谈判。我没有因为他是第一个客户就放低姿态，相反，我寸步不让，坚持我的定价和先付款后发货的合作模式。季伯常被我的专业和胆识彻底折服，他没有讨价还价，而是爽快地答应了我所有条件。我和季伯常当场签订了电子版的长期供货合同。很快，一笔5位数的预付款打入了我的账户。我用这笔钱改善了我的设备，并加固了窝棚，还雇了2个当地的村民帮忙，扩大了种植规模。站在焕然一新的坡地上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我这边风生水起，老家的消息也断断续续的传了过来。据说我走之后，禽兽成了村里的能人，他鼓动村民们扩大土豆的种植面积，信誓旦旦的说要带领大家发财。全村人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把希望全都投进了地里。然而，因为没有我的技术，他们种出来的土豆大小不一，品相难看，口感也差了一大截。更致命的是，他们失去了销路。以前那些采购商一听说我不在了，立刻翻脸不认人。最后，他们只能把土豆卖给路过村里的2道贩子。忙活了大半年，刨去成本，几乎没赚到钱。因此，村里人都怨声载道。禽兽却把责任推到了天气不好和市场行情不行上。他还在嘴硬，说明年肯定能翻盘，但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的鬼话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种金疙瘩赚了大钱的消息传回了村里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村民们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把父亲逼走。是啊，咱们真是瞎了眼，把财神爷赶跑了。都怪禽兽，要不是他带头起哄，我们今年怎么会亏这么多？禽兽因此成了众矢之的，他被人数落得抬不起头，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但他嘴上依然不服软。父亲就是走了狗屎运，他能有多大本事？你们等着瞧，明年我一定种出比他更好的东西，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本事。进入冬季后，我每天都会花时间研究天气预报和各种农业气象数据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今年冬天会有一次罕见的极端低温和暴雪天气。于是，我立刻行动起来。我把赚来的钱大部分都投了进去，不仅加固了番茄大棚的骨架，还采购了大量防寒棉被和增温设备。根据市场需求，我还提前采收了一部分达到成熟标准的番茄，储存在新建的保鲜库里。季伯常也打来电话，提醒我天气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老家傅家村村民们对广播里1天3次的天气预报不屑一顾。冬天冷点下点雪不是正常吗？年年都这样。专家就是喜欢吓唬人，去年还说有大旱呢，结果呢？禽兽更是把天气预报当成了笑话。别听那些有的没的，今年的土豆长得慢，让他们在地里再多待几天，还能再长点分量，多长1两就多1分钱，多长1两就多1分钱。禽兽的话再次蛊惑了村民们。王叔忧心忡忡，挨家挨户的劝说，让大家早点把土豆挖出来，做好防寒准备。但他换来的只是村民们的嘲笑和白眼。最后，王叔看着这些执迷不悟的人，只能跺着脚离开了。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早了整整半个月，而且来势汹汹。只过了1个晚上，出村的道路就被彻底封死。村民们终于慌了，他们冲到自家的地里，发现昨天还裸露着的土地，此刻被积雪完全覆盖，而他们种下的500万斤土豆，全都被埋在了雪下。更可怕的是，气温在以惊人的速度骤降，很快土地就会上冻，到那时，这些土豆就会变成一文不值的石头疙瘩，血本无归。雪越下越大，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。整个傅家村被一种绝望的气息所笼罩。一些村民不甘心，试图把土豆挖出来，可土地已经硬得像铁一样。有人试图点起火堆，烤化一小片土地，但那点火苗很快就被风雪吞噬。女人们开始坐在雪地里哭天抢地，男人们则聚在一起，嘴里不停地咒骂着老天爷。然后他们把所有怒火都宣泄到了禽兽身上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要不是你让我们别挖，土豆早就收回来了。你赔我们的血汗钱！几十个红了眼的村民把禽兽从屋里拖出来，围在村子中央。禽兽跪在雪地里，不停地磕头求饶。各位叔，各位婶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也不知道会下这么大的雪啊，我也是受害者啊。可禽兽的求饶并没有换来任何同情。一片混乱中，不知道是谁突然说了句：“要是父亲在就好了。”这句话让嘈杂的场面瞬间安静下来，村民们把所有希望都重新寄托在了我身上。于是，王叔再次被村民们推举出来，他们求王叔带头去求我回来，
甚至还强行拉上了禽兽。于是，一支由10几个村民代表组成的队伍，在王叔的带领下出发了。当他们来到落雁坡，看到我那片农场的轮廓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彼时，我正指挥着工人们打包最后一批蔬菜，一抬眼就看到了雪地里那群狼狈不堪的身影。我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，可王叔却带着村民们走到我面前。王叔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身后的一个村民一脚踹在了禽兽身上，禽兽重重跪在了我面前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你，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救救我们吧！随着禽兽的下跪，他身后的10几个村民也跪了下来。父亲，求求你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再帮我们一次吧，就这一次。哭喊声、求饶声在雪地里交织在一起。我静静地看着他们，眼里没有一丝波澜。等他们的哭声越来越小，我才缓缓开口：求我！当初在村委会大院里逼我交出所有钱的时候，你们可不是这个嘴脸。父亲，是我们对不住你，我们都是被猪油蒙了心的混账，我们都是被猪油蒙了心的混账。王叔，您不用说，过去的事我已经不想再提，想让我帮忙可以，但我不是来开慈善堂的，我只讲规矩。我们都听你的，只要你肯帮忙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听到村民们的话后，我点了点头，开始宣布我的条件。第一，从今天起，傅家村解散，成立晚风农业专业合作社，我以技术和渠道入股，占股51%，拥有1票否决权。我的话音刚落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51%，一票否决权，这意味着从此以后，这个村子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继续说道：第二，所有村民以自家的土地入股，按照土地面积和质量折算成相应股份，所有人都必须和合作社签订正式的法律合同，白纸黑字，按规矩办事。谁要是敢再像以前一样瞎胡闹，立刻踢出合作社，永不录用。第三，禽兽必须当着全村人的面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做出深刻检讨，并且他永远不能在合作社内担任任何管理职务，只能做最基础的体力活。我的条件一个比一个苛刻，这已经不是帮忙了，这是赤裸裸的吞并和掌控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脸上的表情复杂到了极点，但他们别无选择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沉默了足足1分钟后，王叔第一个点头：我答应，我答应。有了王叔带头，其他人也纷纷点头。我们都答应。我们听副总的。都给我记住了，这是你们跪在雪地里自己求来的机会，不是我父亲欠你们的。村民们连夜赶回了村子。我的条件像一颗重磅炸弹，在全村大会上炸响，会场上死一般的寂静，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，再也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。第二天，我回来了，但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我身后跟着季伯常帮我请来的专业律师团队，以及一沓厚厚的合作社合同。我站在村委会的台子上，台下是傅家村全体村民。第一项议程就是对禽兽的公开处刑。他在全村人的注视下，拿着一份检讨书，一字一句地念着自己的罪行。念完后，他向所有人道歉。至此，他的那点脸面和威信，在这一刻彻底碎了。接下来是签订合同，村民们排着长队，一个接一个的走上台。律师在一旁逐条解释合同内容，重点强调了我的绝对控股权和惩罚条款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然后他们按下了自己的手印。合同签完，我立刻开始部署工作。现在我宣布第一项指令，放弃所有出售鲜土豆的幻想，就地加工，把所有土豆都做成马铃薯淀粉。这个方案，村民们闻所未闻，但这一次没有人质疑，更没有人反对。我又联系了季伯常，他动用自己的关系，紧急租用了几台马铃薯淀粉加工设备，连夜往我们村里运。同时，我把全村所有的劳动力进行了分组，每个组都设立了组长和副组长，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。我雷厉风行的手段和那些专业术语，让所有村民都看傻了眼。他们第一次意识到，他们当初赶走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大型加工设备在风雪中被艰难地运到了村口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正式开始。整个傅家村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加工厂。我穿着工作服，穿梭在每一个环节之间，确保最终产出的每一袋淀粉都符合最高的品质标准。高强度的工作让所有人都疲惫不堪，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让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王叔没有参与具体的劳动，他负责整个后勤保障。看着这个被我重新组织起来的村庄，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慨。在紧张的工作中，我发现了几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，他们将是我未来管理团队的核心。至于禽兽，他被分到了最苦最累的搬运组，每天扛着上百斤的麻袋，在雪地里来回穿梭。他累得像狗一样，却没有一个人同情他，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惩罚。经过整整1周不眠不休的奋战，90%的土豆都被加工成了优质淀粉。村民们看着仓库里的淀粉，很多人都哭了。加工完后，季伯常便开始销售，他的销售渠道展现出了惊人的能量。我们生产出的淀粉，甚至还没等完全晾干，就已经被全国各地的食品加工厂预定一空。最终的售价比我预想的还要高出2成。最终结算时，刨去所有成本和设备租赁费用，合作社的账户上竟然还多出了一笔盈余。我在村委会大院里召开了第一次分红大会，我当众公布了所有账目，然后我宣布了分红方案。根据合同，本次利润的40%将作为分红，按照各位的股份进行发放，剩下的60%将全部投入合作社的发展基金，用于明年的设备采购和技术升级。这一次，村民们拿到手的钱比去年还要少，但台下鸦雀无声，没有一个人再敢跳出来说不公平。他们接过自己的那份分红，脸上洋溢着踏实的笑容。他们知道，
这点钱只是开始，只要跟着我干，好日子还在后头。分红结束后，我公布了合作社明年的种植计划，不再是单一的土豆，而是以高山小番茄为主，更优质的种植方案。我还当众提拔了那几个年轻人，担任各个生产小组的组长。很快，一个以我为核心的全新管理团队正式建立。禽兽站在人群的最后面，低着头，没有人多看他一眼。他已经彻底沦为了这个村庄的边缘人。会议结束后，村民们散去，我一个人走到了村口。看着充满勃勃生机的村庄，我知道以后这里将是我的王国，一个按照我的规则、我的意志来运转的王国。而我也不再是那个需要用善良换取尊重的父亲。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家乡的救赎，也完成了对自己的加冕。